美国那个财阀洛克菲勒，他曾经讲过，中医廉价、安全、有效，所以我们必须歼灭中医。你不歼灭中医，西医没有办法攻入中国这个国家，这是一个文化的歼灭。歼灭中医，就歼灭中华文化。针对洛克菲勒援助协和医院的举动，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充满着各种阴谋论。当然，这种阴谋论在历史真相面前不攻而破。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13年才创立，而协和医学堂早在1906年就开了起来。又比如，创办协和医学堂的启动资金其实是慈禧老佛爷给拿的钱，而老佛爷最宠爱的李莲英还是协和医学堂门诊部的常客。阴谋论虽然容易戳破，但是洛克菲勒援助协和医院这事儿仍然存在诸多疑点。第一，一个美国资本家为何要援助大洋彼岸的中国？第二，为什么不选择农业和工业，偏偏选择了援助中国医疗？第三，是否如黄志贤所说，这次援助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裔为消灭中裔而设计的阴谋？要想彻底搞清楚这些谜团，我们必须回到引发谜团的原始时间和地点，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洛克菲勒这人很有意思，少年时就有2个100梦想，第一是赚够100万美元，第二是活到100岁。同时，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洛克菲勒领到第一份薪水，就将其中1/10捐给了教会。此后的商业生涯当中，他谨遵基督教缴纳捐税的教义，每年都将自己10%的收益捐赠给教会或者其他慈善机构。19世纪末，洛克菲勒通过他的标准石油帝国获取了巨大财富。1897年以后，他的生活重心逐渐由商业转向慈善事业，慈善核心主要是教育和医药2方面，当然科学与艺术也兼而有之。随着自己财富愈加膨胀，每年捐赠的这10%逐渐成了一笔巨款。老洛克菲勒面对捐赠事宜显得力不从心，觉得自己很难处理得好，于是他聘请了美国浸信会一名教士弗里德里克·泰勒·盖茨来帮自己打理捐赠事宜。盖茨出任顾问和财政管理人之后，彻底改变了老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而这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北京协和医院的起点。1897年的夏天，盖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一本医学的原理与实践，作者是加拿大著名医生威廉·奥斯勒，同时他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4位创始教授之一。这本医学著作让盖茨对医学产生了浓烈兴趣，他突然意识到洛克菲勒的捐赠要改变雨露均沾撒芝麻的方式，应该明确捐赠方向，让赠款的使用更加有力量。照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用语，就是说洛克菲勒的捐赠应该找准自己的赛道，尽可能在垂直领域做出贡献。当盖茨选定改善人类医疗卫生事业这条赛道，他专程跑到老洛克菲勒面前，去阐述自己利用捐赠的庞大构想。盖茨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我带着奥斯勒的著作回到百老汇大街26号的办公室，我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给洛克菲勒先生，我列举了传染病与细菌之间的关系，并说明目前被发现的细菌还很少，特效药也非常少，未来有巨大的空间用于改善人类疾病的痛苦。老洛克菲勒非常认可盖茨的提议，在1901年与约翰霍普金斯学院一起成立了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这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技术架构。后来在1965年，研究所改名为洛克菲勒大学。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支持与发展人类医疗卫生健康事业。我们一般认为，美国人成立的基金会应该优先服务于美国人民，那洛克菲勒基金会又为啥对中国感兴趣呢？怎么说呢？这依然跟盖茨有关，因为盖茨的思想深受美国公理会会长明恩普的影响。这个明恩普原名阿瑟·亨德森·史密斯，1872年，也就是同治11年，受公理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天津、山东传教。1905年，光绪31年辞去教职，留在通州写作。1926年返回美国。明恩普在华生活54年，非常热爱中国，且熟悉下层人民生活。他被认为是西方在中国的政治元老，也是最早向老罗斯福建议退还庚子赔款的人之一。明恩普在华写作期间，写了本老外如何看中国人的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书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其中就包括当时中国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盖茨读了这本《中国人的性格》之后，深受震撼。身为教会领袖的他，瞬间被耶稣附体，产生了要当救世主的强烈欲望。他非常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去改善自身的面貌，去拯救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民。在盖茨的心中，医学被视为一种现代神学，是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治疗。他认为传播现代医学就是传播神学，是提升社会繁荣和文化存续的重要工具，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重要价值。盖茨得到启示之后，立刻给老洛克菲勒写了一封信，要求洛克菲勒基金会要将目光投向全世界，尤其是远东地区，要让上帝的福音洒满人间。而正是这封充满宗教意味的信，揭开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北京协和医院的序幕。
在盖茨的推动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14年正式组建第一届中国医学考察团，由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裴德逊带队前往中国考察。这次考察团有2个非常豪横的特点。第一呢是经费上豪横，他们出行所乘坐的游轮是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皇帝号。第二呢是礼宾待遇上豪横，考察团抵达中国，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亲自接见，可见北洋政府非常支持。在政府的支持之下，考察团从1914年4月末到5月14日，考察了中国11个省、17所医学院校和97所医院，访问了官办、教会和民间在内的几乎所有上规模的医疗机构，掌握了大量一手医疗卫生数据。最终，在1914年年底，第一届中国医学考察团正式推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详细阐述了中国现有医疗卫生事业状况、问题、困难与机遇的报告。这就是中国医史上非常著名的《中国的医学》。中国的医学报告首先指出，中国一直以来缺乏可靠的医学统计资料，只能通过一线观察和经验得出大致结论。例如，中国的传染病非常广泛，人们缺乏必要的卫生习惯，但却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导致人员死亡和具体情况无法得知。其次，报告对中国的传统医学，也就是对中医的评价并不高，主要问题在于中医行医不需要执业执照，缺乏规范化、标准化的医师培训体系，而且中医不重视解剖学，外科治疗与西医有着巨大差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合格的医学院，并且现有的医学培训机构，无论是培训体系、技术、师资、课程设置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所培训出来的医生水平有限，只能应付日常诊疗，无法开展大型手术等。中国的医学报告还提到，中国民众对现代医学有普遍的偏见，这种偏见源自于文化差异、文化传统、知识水平和刻板印象。而这种偏见一来导致中国卫生水平的整体落后，二来造成中国无法建立现代化的医疗体系。当时这份报告在美国引起了巨大轰动，当然受其影响最深的依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1914年11月5日，洛克菲勒基金会举行会议，正式通过了考察报告，并接受了考察团关于资助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提议。11月30日，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部正式成立，也被称作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由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担任首届主席。就此，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中国医疗正式开始。也正是基于中国的医疗这份报告，第2届中国医学考察团调研中国期间，时任考察团团长、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威廉·亨利·韦尔奇在北京与协和医学堂的负责人柯林会面。柯林与中华医学基金会都认为，医学是中国最需要的领域。柯林的理想是要把医学堂建设成中国的英国皇家医学院，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医疗培训学院，而这与洛克菲勒开办最好的医学院的愿景正好吻合。双方最终在1915年达成协议，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以2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协和医学堂和裕王府，并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蓝本，将协和医学堂扩建成北京协和医学院，这就是今天协和医院的前身。那么问题来了，洛克菲勒援建北京协和医学院，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呢？是不是像黄志贤所说的那样，洛克菲勒一开始就包藏祸心，为了灭绝中医而设计了一整套阴谋呢？首先，无论动机和目的如何，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具有奠基性和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的医疗调查报告出台之前，在过去的3000年里，中国从来没有对医疗卫生状况做过调查，没有科学、理性、客观、详实的统计，政府根本无法了解和掌握这么大国家的医疗卫生状况，也没有办法从政府层面建设一个广泛的、普惠性的、科学的医疗卫生体系。老百姓的卫生健康状况始终处于失序和失控当中，人均预期寿命远低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甚至不如隔壁的日本。那么，北京协和医学院对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究竟有多重要？下面这组数据就很能说明问题。建国以后，中国12个医学院的领导全部毕业于协和医学院，8个医学研究所的负责人有6个出自协和医学院，中华医学会的骨干大部分来自协和医学院，中华医学杂志26个编委，其中19人来自协和医学院。在1965年当选的9名生物医学院士当中，有7人来自协和医学院。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协和医学院，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协和医生和事件，深刻地影响着历史进程。比如中国妇产科泰斗林巧稚，曾为上万名婴儿接生，被誉为万婴之母，而她年轻时就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林巧稚27岁那年，接生了一名婴儿叫袁小孩，这个孩子后来改了名字，叫做袁隆平。再例如1934年，协和医学院里有一名叫钟世藩的毕业生，娶了小自己10岁的师妹廖月琴。1936年，这对协和校友夫妻诞下儿子，并取名为钟南山。19世纪末，以盖茨为代表的美国精英们自诩为上帝的选民，
他们认为，在拥有极大的物质和财富之后，传播现代科学就是现代神学所赋予他们的历史责任。他们坚信自己是新文明的代表，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教化、去改造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这种颇具宗教色彩的观点深深根植在他们心底，也是美国人慷慨解囊的重要原因。基于这一宗教理念，援助中国的美国慈善机构可不止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个。在二战期间，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联合美国各地的援华组织，共同成立了美国援华联合会，总部设在纽约百老汇，在全美78个城市设立地方劝募委员会。他们的宗旨很明确，就是筹集经费，购买和捐献各类物资以及医药品，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援华联合会的下面还成立了一个教会对华救济会，目的是以教会的名义招募和派遣现代医学人才，直接前往中国支援，改善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派遣的众多医生里，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没错，就是我们熟知的白求恩大夫。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之初就树立了自己坚守一生的宗旨，为了人类的利益，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形式，将巨大的财富做最后处置。20世纪初正值生物医学研究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是因为投资大、回报周期长、收益不明确等问题，资本无法直接促进医疗发展，必须依托社会公益性力量推动。这也是洛克菲勒和盖茨二人优先发展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动因。这种慈善和医学的融合，并非个人偏好，不能简单的从实用主义角度去评判。而作为当时全世界人口规模最大、医疗卫生事业最为落后的国家，中国自然成了践行慈善主张的最佳选择。1956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将号称美国诺贝尔医学奖的拉斯克特别奖颁给了一名从未当过一天医生的人，这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副总裁艾伦·格里戈。颁奖词里是这么写的：一位在37年里从未治疗过一例病人的医生，一位从未上过一堂课的医学教育家，一位从未做过任何医学研究的研究者。然而他所完成的医学研究、医学教育和医疗工作，远非任何一位在这3个领域里的杰出人物所能完成的任务。2017年3月20日，洛克菲勒家族的第3代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在纽约的家中去世，享年101岁。北京协和医院官方微博3月21日转发了媒体报道洛克菲勒去世的消息，并发文纪念。洛克菲勒家族最大的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了一颗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1917年，当刻着民国6年字样的巨大奠基石沉稳落地的那一刻，一所承载了太平洋两岸科学梦想的医学院由此诞生。感谢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医学的贡献，